没错，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杨龙，你说我不对劲，我确实不对劲，因为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怎么才能找到平衡点，这个步伐迈多大才合适？你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但是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去参考，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放弃去北京的机会，留在御风营吗？那是因为我对你的价值魔方有信心。我想成为价值魔方成功的见证人。我认识的郭子健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打败的人。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他解决的办法。最起码我可以保证，不管遇见什么，我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杨红，对不起，我就是心里有点堵，但我要谢谢你。你说的对，我不能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发牢骚是最没用的表现。我们的价值魔方一定会转起来，就算再难，也要让它转起来。首长，郭营长，我们刚到你御风营的门口，你就来场狂风骤雨，这让我始料未及啊！罗记者，我刚刚确实说了不少丧气话，但确确实实，也是我作为新锐营长的困惑。我不想标榜价值魔方有多么的先进，我认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我更希望您能够带着我今天的问题回去思考，给我还有我们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一个站在更高视野上的解答。你这要求太高太难了。您是军事领域的首席专家记者，这难不住您。可惜啊，价值魔方的秘籍太高，首长不让我透露，我也不敢杜撰。不过，好在我今天听到了你许多心里话，收获不小，也不至于交白卷。谢谢您的理解。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你这位首席参谋。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配合下，我们一定会看到价值魔方转动起来带来的震撼。您过奖了，首长，我想让郭营长带我去御风营转转，我们再多聊聊，您看怎么样？我没意见啊，请你们来就是没什么可隐瞒的。那我看，那咱们就别去了吧，免得我们在的话，郭营长说话会有顾忌。首长，您就别挤兑我了，我回去写检查，针对最近的思想问题。写什么？写检查。哦，我听见了，那我等着啊。是。不光他写检查，我也给您写份检查。哟，来了记者之后，你们俩倒争先恐后起来了。行，我等着你们啊。我来御风营这么久了，直到今天，
我才发现郭营长露了回真本事。我们营长一直很有本事。所以说啊，这江营长跟刘科长差得远。这也是他们一直拿郭营长没招的地方。连长，你怎么越说我越听不明白了？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记者采访这么重要的一个宣传的机会，梁副军长直接就给了飓风营，压根儿没飓风营什么事儿。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关系到位啊！我觉得你想差。是你思想太简单了。郭营长这招叫出奇制胜，不走寻常路。记者刚到，马上跟梁参谋唱了一出双簧。等等，营长和梁参谋他们没有唱双簧，他们也没有故意引起记者的注意。志强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多几个心眼儿，那你永远就是个副连长的料。我才不想那么多，能干上连长啊，都是我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你们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我已经看过了，步子有点慢，像乌龟爬。首长，我们也想当兔子，又跑又跳的，可是……好了，你的想法今天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司副旅长对你们的管理呢是有点重，啊，但是你们就敢保证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左建安同志是你们2个营外处驻训的机关代表，他的压力非常大。你想想，等你们的训练科目一旦开练，天上地下有形的无形的都是真刀真枪，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是小事儿。明白。前期我们确实也出了些小状况。小状况，录像我都看了，要不是后面跟这个老车长，非出大事不可。后来2个连长也因为这个事情调整了训练规划了。装备的合成，计划一定要做详细了。所谓胆大心细，讲的就是这个辩证法。胆大源于心细，心细才能洞悉事物的全貌。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的话，胆子再大，也不为过。明白，反正就是不能傻大胆呗。我觉得呀，谁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傻大胆儿，都觉得自己心里挺有数的，什么事儿都能想明白了。但是，这一到实际操作，一会儿出这个问题，一会儿出那个问题。连长，您说我呢吧？是不是说你自己想？哼，罗子健，我把御风营几百上千号人交到你的手里，你怎么训练他们，训练到什么程度？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心里都没数。我只想告诉你，魔方一旦转动起来，绝不能半途而废。你准备的科目，那些数字啊、装备啊，都会变成活的。我希望能在你的价值魔方里边充分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还有，我知道吴东胜一直是你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只有你自己才能打开。我想告诉你的是，御风营所有的官兵都是吴东胜，都是你黄金不换的战友。训练场上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套在一线部队脖子上的一个铁链，出了任何问题，追责问责的一定不是制定规划的人。首长说的是，最近军中老流传一句话，说什么年头出事，1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1年。虽然大家都知道，军事训练安全和日常管理安全是2码事，但是只要出了事，这2码事就变成1码事了。这根铁链给我们实战化训练带来了很多束缚，但是我们不能在这根铁链面前自降标准，知道吗？近来军委的领导对于军事训练激励的程度明显加大，这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那可太好了。还有，我要提醒你的是，有的同志一抓安全就变得缩手缩脚，政策稍微变一点，
马上变成大撒把，这两种极端都带不出好部队来。科学实训，这条路长着呢。我跟索副旅长也谈过了，以后对你们的管理啊，他会改变的。但是你们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绝不可以阳奉阴违。是。听明白了？明白。我也相信，你们一定能带出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队伍来。请首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那些话，那分明就是给您上眼药啊！郭子健这个人吧，你要说他傻，他比谁都聪明；你要说他聪明吧，有时候好像有点傻。不过，不管怎么分类啊，你要把他说成是那种心机深沉的算计之徒，我不同意，也不赞成你这么想。可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这不就是故意的吗？行了，别小猜了。这件事情有可能真是我的责任，我有点矫枉过正了。哎呀，您可不能被他给带跑偏了呀！这个不用钱了。关于下一步的训练，梁副军长曾经提议过，让他们2个营好好议议，拿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既然首长一指示，你们机关就别过于干涉了。行吧，那我先走了。好，同志们，下一步，关于各型装备的配合应用问题，打击目标的火力应用问题，作战力量的最佳配备问题，以及合成作战的指挥衔接问题，都需要提前拿出预案。我知道，像这种专业层级比较高的编组，以前都是由机关拿方案，但是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的训练预案，从集团军到旅里已经明确要我们自己拿，所以总体思路在哪儿？说说你们的看法。营长，咱们理论研讨也有些日子了，这些问题理论上也解决了。之所以实装训练效果不好，我觉得还是练少了。这么庞大的队伍，装备又多，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再说了，动枪动弹，经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所以我在想，我们实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模拟化训练是不是就像打游戏一样？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营可以把所属的武器装备，甚至是训练场都全部数字模拟化。比如说，远火的射程，我们可以根据弹药的不同，射程100到300公里不等。只要设定好坐标，模拟弹出膛，那计算机就会计算出弹药的飞行时间、飞行轨迹、落弹范围以及杀伤效果。然后再根据一定的算法，目标范围内的作战单位和武器装备就退出战斗。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光数据建模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实，现在市面上一些大型即时战略游戏就已经部分实现了模拟训练的要求，只不过他们的设想呢过于娱乐化。在现实中，我们部队的红蓝激光对抗系统，以及地方上一些大型枪战模拟设施，也已经初步实现了部分功能。我觉得如果把它们都整合起来，并且加以改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不行啊，副旅长，这个方案在报给您之前，已经经过了多方论证，他们都表示可行。我告诉你啊，部队保密就是保生命。你看你这个项目啊，明确表示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啊！我的个天哪！你这不是胡闹吗？这些公司都是民参军并购的单位，他们是有这个资质的。这装备的核心数据，我们是肯定不会给他们的。不能大意，我告诉你，窃密无孔不入，泄密无处不在。来，你看看，按照你的要求，你将来还得安装高科技的存储，还有分析设备啊。那我问你，
将来我设备性能，我营连战术，我保障能力都不同暴露给别人了吗？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我们已经拟好了保密协议，价值魔方研究成功后，军用版本的核心数据库只由我们部队独立来运行，地方是不参与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小心驶得万年船。总之，这个项目我不同意，理由非常简单，思想太超前了，还是老话，步子太大了。副旅长，其实这种设备只不过是激光模拟对抗的升级版。404旅的蓝军分队早已经开始列装了。404旅有啊，好啊，这样，找卢远山，他不正好器重你吗？啊，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找他啊，足尽我照付。不是，这情况不一样，我看这样最好啊，就这样吧。行了，我还有事呢。哎，备车。我要出去一趟。好。郭营长好。哎，和索副旅长谈的怎么样？不管怎么谈，在索副旅长那都是一句话：步子太大，容易扯。这还让我们怎么搞创新啊？其实，凡事啊都是有个过程，只要有过程，就会有我们操作的空间。我个人觉得，技术研发该往前推进还是要往前推进，出了问题，我来担着。最关键的是，我们技术研发的成果必须是超前的。如果索副旅长是我们的门神，到时候也一定会把门给我们打开，因为这是双赢。而且人家一再强调的是，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没说不让我们往前面走。我们可以先报批走流程，我来打报告。没错，只要没堵死，就能冒泡。如果报告批下来的话，就要确定合作的公司。我建议去联系一下军弄集团，无论资质、技术还有实力，他们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报告批下来到付款，这个流程会很长。我们时间这么紧，没有预付款就没有办法去研发，这事儿怎么办？我来办。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是我们军梦一直是一个有梦想、有情怀的军工企业，但我们也不能光做梦不收费啊。你哥哥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这个傻小子，有些程序他是不懂的，你应该提醒他呀。他把您给骗了，他不懂，他比谁都明白。他上回欠我的人情还没还呢，他这次呀，就是又想空手套白狼。怎么可能呢？御风营是部队的新生力量，再说国防预算也不缺钱啊，怎么会卡他的脖子呢？要不是这些理由，我早就不跟他们谈了。但就这个方案来说，合作的诚意我是一点没看见。爸，我有个想法。你说。咱们先晾他们一阵儿，有钱了咱们项目启动，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启动。你这叫什么想法？你这不是吊人家胃口吗？那您说说怎么办嘛？我想你哥哥可能遇到什么困难了。这样，我们集团公司先把这笔钱预支了，责任直接连带到我的头上。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那总不能让你哥哥为难吧？行，您下了圣旨，我就去干活。但这项目要是赔了，哎，你爸爸这些年也不是第一次赔钱了。我们现在都民参军了，只要军队能打胜仗，对咱们老百姓结果都只有一个。什么结果？
稳赚。哥，这回你这事儿可是有咱爸替你兜底儿了。如果要按你们那边的需求开发的话，需要你们那边派工作人员过来对接，参与研发。这样啊，没问题。哥，你这属于替国家啃咱家了。最后一次了，再这样下去，咱家就该破产了。你真舍得让我磕西北风钱？要真破产了，没事哥以后养你啊。我愿意，我未来嫂子还不一定愿意呢。行了，别贫了，挂了啊。哎，吴东胜，我开车了，我送你回去吧。谢谢了，不用。怎么样？沟通怎么样？搞定了，但是需要梁参谋做出一些牺牲。什么牺牲？牺牲1个月的假期去君梦参与开发。这叫什么牺牲啊？没问题。这块的这个细节还需要再改进一下。吴东胜，梁参谋，你先忙吧。你看来你现在过得不错啊。挺好的。你在这里工作啊？是啊，之前君梦集团主动找到俺，俺还一直挺奇怪的，直到今天你来了，俺才明白了。郭营长，不管怎么说，他这门亲俺领了。有他这样的好营长，俺真的挺幸运的。不光是你，有他这样的营长，我们都很幸运。这才出去1个多月的时间，山里的变化好大呀，花都已经开了。是啊，大家现在都很期待你的模拟训练系统上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你是怎么说服君梦集团，在我们1分钱都没付的情况之下，还愿意牵头帮我们的？还有，吴东胜，你见着吴东胜了？他让我跟你说谢谢。还是没能瞒得住他。见着陈岸娇了吗？见到了，君梦集团的董事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支持。他是参加过当年边境作战的老兵，也是一位对国家国防事业骨灰级的粉丝。真是因为他，不是因为陈小山？陈小山？怎么？他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别听他瞎吹牛，他就是个跑腿的。郭营长，你这样的评价可不客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他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进展的那么顺利。你们现在成一家人了。再过1个礼拜，陈总会带着他的几个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过来安装第1批的样品。如果技术测试和数据采集成功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全营安装了。这是个好消息。梁参谋辛苦了。客气。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战士们会经常在这里看看风景啊什么的。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星星。哇，这空气真不错，是吧？这个郭子健，他不知道我今天送货吗？我跟他说过。这都几点了，有没有点时间观念？郭营长一般这个时间都在训练，
这是每天的功课。不过这个时间也快结束了。那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喽。胡班长，到，你去找一下郭营长，如果他训练已经结束了，让他尽快过来，别让陈总等太久。好。梁灿，你平时会不会觉得你们郭营长这人很难相处呀？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看嘛，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营长，还是全军都盯着的御风营。前段时间又被军方媒体一顿捧，搁谁谁都得飘啊。不会的，郭营长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骄傲自满。你还挺维护他的嘛。我就是实话实说。哦，你别紧张，我没别的意思。梁灿，哎，你当多少年兵了？12年了。老兵了。看不出来哎。可能是因为我也刚毕业没多久，之前一直在军校里待着。那平时应该有很多男生追求你吧？没有男生追我。不可能，你长这么漂亮，又有学识，平时肯定有很多男生主动跟你接触吧？哦，接触肯定是有。我之前在军校的时候，有不少同学会主动过来找我一起做科学研究，然后到了部队也会跟战士们一起训练，但是这都不叫追求吧？哎，这郭营长情路坎坷呀！啊，你说什么？哦，我说郭营长改革前路坎坷。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那当然了，他要不是用这哀兵政策，我爸能给他赊账？看来你们认识很久了。打出生就认识了吧？小陈，又说我什么呢？哦，我可不敢说你什么。我这个债主都能被你撂这这么久，是吧？你有没有点债务人的自觉啊？你现在是我们营的边外保障队长，我怎么敢怠慢你呢？刚训练完，知道就好。汇报一下，那个试用品到了。我看到了，效率很高，值得表扬。实话实说，这次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是几家技术厂商借鉴了一下市场上军事游戏的内核和业内的技术成果，再参考了一下你们部队上现有的几种对抗系统。总而言之，术业有专攻，但这对于梁参这样的电脑高手来说，上手不难。陈总真是谦虚了。其实这一次军梦集团的科研人员为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不少的改进，这其中还包括了他们不少的自主知识产权。反正事儿是给你办到了，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这儿风景不错吧？等我们的设备安装的报告批复下来，带你爬山。一言为定，梁参一起，梁参作证。我就不一起了，但是我可以帮你作证。哎，营长，你要不再说一遍，我去拿手机录个音。累了吧？带你去帐篷歇会儿。走。干什么呢？那做贼似的，怎么说话的？别瞎摸啊！这看看所言是了没有？跟你商量个事。说。我也用一下，见着有分吗？行啊，但我有个条件。说。你跟我一起去找索副旅长汇报去。那不可能。不可能！干什么？又拿我当枪使是吗？上次我被骂了还不够狠吗？我告诉你，这次自己去申请啊，申请下来，我就跟着沾个光。这脸皮怎么那么厚呢？脸皮不厚，怎么跟你郭子健打交道？对不对？
加油！我看好你哦！滚滚滚！不行，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绝对不行。副旅长，既然设备都做出来了，我们试装一下总可以吧？同意研发不代表同意试装。我告诉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流程来做，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就试试，要行就上，不行就算。坚决不允许啊！副旅长，是这样，这段时间，梁红跟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论证，并且做了顶层设计。这设备都是外挂式的，对我们的装备不会有任何物理伤害。哎呀，我说郭子健，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几个记者宣传了你，你现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我的个天哪，你长能耐了，你还改装装备，别翘尾巴啊！你敢动我一台装备，我饶不了你。副旅长，我什么时候翘尾巴了？人家君梦集团前期设计投入没向部队要1分钱，自己主动联系了厂家和设计单位。这今天他们高管都来了，要不您跟他单独聊聊，就当是了解一下这个设备情况。我为什么要见他？我见他们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批装备不但不能安装，而且立即封存。封存？那可是人家的产品呢。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梁红是不是跟他们研究1个月了？这些装备有没有咱们的信息？有没有咱们的设备的参数？那还难说呢。您放心，这说什么呢？梁红绝对没有泄露我们的信息和参数。这位首长，你就是396旅的副旅长是吧？是，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我就是君梦集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小山。同志，这是军事管理区，请你离开好吧？好大的官威啊！我进营区是履行了正规手续的。我们与全军海陆空部队的合作多了去了，将军我也见过不止1个，但我没见过1个像你这样这么大派头的。你想干什么呀？我们君梦集团在全军都有良好的口碑，不是什么野鸡单位，更不是路边店。我们董事长一腔情怀帮你们提高武器性能，你倒好，帮他说什么？他要封锁我们的设备是吧？谁给你的权利？郭子健，到，把这人给我弄走。小山，出去。不用把这人给我弄走，我自己会走。就你们这样的单位，本姑娘还不伺候了。哎，副旅长，先出去吧。出去啊！这，小山。这陈小山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瞎胡闹！他就是看不得你被欺负，所以替你出头呢。用得着他替我出头吗？他这么一闹，事情不变复杂了吗？哎，你干嘛去？你不会去找他吵架吧？这丫头就是欠收拾。他无偿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帮助，而且他对你是好意，你不能因为觉得你跟他熟，你就随意消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没事，他被我骂习惯。这是我们集团汇总4家生产单位的私有财产，你有什么权利扣押？我相信这些东西是你们的，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御风营的军事机密，所以我们需要拿回去先检查之后才能还给你。行，法律程序拿给我看。这是在军营，保密规定就是最高指示。你这是强词夺理。陈小山同志，你帮过我们，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些东西啊，今天你真拿不走。拿不走是吧？给我开一收条。什么收条？我东西在你这儿，我总得有个证据吧？将来我到军委总部，甚至我到军事法庭起诉你，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遍，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也是奉命行事，其他的无可奉告，我更无权给你开什么收条。兄弟们，搬！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这是部队吗？你这就是强盗！小山，瞎胡说什么呢？污蔑军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郭子健，你知道为了你们这点破玩意儿，我们多少人加班加点吗？你现在1分钱经费没有申请下来，你拿我开涮呢？不要着急嘛，东西又丢不了。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咱们就军事法庭见。让开！今天这个事儿啊，本来还挺有希望的，被陈小山这么一搅和，搅和坏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全怪他。那怪谁？怪我。你作为整件事情的发起人、负责人，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你在人和人关系的处理方面总是缺了点什么呢？就你，还跟我聊情商？我怎么就不能跟你聊情商了？哼，可以聊，你聊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觉得你在跟索副旅长打交道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短路状态。别说不好谈的事儿了，哪怕就是正常的事儿，谈着谈着你们也会谈歪。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看不惯。我可以跟你开诚布公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吗？当然。我觉得你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上，带着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还有一个以及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掌控的意愿。难道你要让一个军事指挥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不是更应该懂得兵法的运用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那个在军事上的才华运用和借鉴一些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比如说，来一个迂回战术什么的。梁参谋，到，你是越来越有首席参谋的特质了。不讲。矛盾公开，而且激化了，这时候来找我，是想把我放到火上烤一烤吗？不会不会，索副旅长本来就对郭子健这次先斩后奏非常生气，再加上陈小山的那一通抢白，气得够呛，所以火上浇油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找您的。火上浇油的事我肯定不干，灭火的事儿也别来找我。灭火的事儿，郭子健已经去找许旅长了。这么说，今天来找我，还另有企图？您不用太担心，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请您帮我找几个人。找什么人？专家。和君梦合作研发的事，本来都已经批了，怎么后续会办成这个样子？哎呀，这就是典型的脑子不转弯啊！你要安装测试设备，是不是应该提前汇报一下？哎，如果你先告诉我们吕领导，这事情总可以先缓一下吧，总会有个回旋余地吧。现在好了，我们总不可能去强压索副旅长吧？旅长政委教训的对，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之前我是觉得空口白话，所以不答应。我以为把设备搞过来是不是就可行了？谁知道……总之，是我的问题，我太心急了。旅长，你看看我，你说吧，想让我们怎么给你擦屁股？哼，两位首长，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我们和部队是合作关系啊，而且以后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你懂吗？什么大客户？不就一个营吗？一个营？你脑子进水了？如果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营的装备测试，
那我们就可以在全军投入批量的建设，我们就抢占了先机，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做越顺，你懂吗？那您是没有看见他对我哥那个态度，我哥拿自家银子倒贴他们，他凭什么那么跟我哥说话呀？你不懂，那是部队，就你哥哥那臭脾气，领导修理修理他也没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啊，在部队，你不要说你是郭子健的妹妹，你是一个产品的提供商，你有什么权利跟人家领导耍横啊？反正我受不了我哥受这委屈。看在你替你哥哥出头的份上，啊，我原谅你，我不批评你，但是你自己要弄清楚，任何事情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明白吗？明白了。爸，这怎么收场啊？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对。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要有